今日焦點新聞有：應對美國關稅威脅，安省推1000萬加元廣告攻勢，杜魯多急會特朗普。即刻訂閱我哋，每日緊貼多倫多新聞。安省為應對美國總統當選人特朗普威脅對加拿大商品徵收25%嘅關稅，已經喺美國展開一項價值數千萬加元嘅廣告宣傳活動，強調安省同美國有緊密嘅經濟同文化聯繫。呢一個60秒嘅廣告喺星期一朝頭早上發佈，計劃喺節日期間播放，並會喺新年後特朗普1月20號就職前，會喺電視同串流平台上擴大廣告嘅投放。省長杜格福特嘅辦公室發言人表示，廣告將會喺霍士新聞嘅黃金時間、NFL 美式足球比賽期間以及聖誕節期間喺華盛頓地區嘅機場播放。新年後，宣傳活動將會擴展至公共交通工具嘅車站同埋廣告牌，仲會透過網上廣告投放到同安省有深厚經濟聯繫嘅關鍵州份。進步保守黨政府未有透露宣傳活動嘅具體花費，但係確認金額達數千萬加元。福特政府指呢項活動係為新一屆美國政府進行嘅規劃。呢個廣告推出嘅期間，亦正值加拿大急於應對特朗普威脅喺上任首日就實施嘅關稅威脅。加拿大經濟學家計算，呢一個關稅將會對國家造成毀滅性嘅影響，損失可能達到 GDP 總量嘅1%到5%。安省嘅汽車製造同能源行業同美國緊密相連，影響尤其嚴重。上星期5晚，總理杜魯多同多名高級官員喺佛羅里達州出席特朗普嘅晚宴。消息人士向 CBC 新聞透露，特朗普喺晚宴上最關注嘅係點樣阻止芬太尼流入美國。不過特朗普未有具體說明，佢希望加拿大做出點樣嘅讓步以撤銷關稅嘅威脅。杜魯多打算增加皇家騎警同加拿大邊境局嘅資源，以回應特朗普加強邊境管制嘅要求。多倫多以北嘅 Muskoka 度假地區遭受到強烈嘅暴風雪襲擊，部分地區嘅積雪超過1米。星期六下午，有居民喺10號高速公路行駛嘅時候，被突如其來嘅風雪困住，被困超過24小時。Gravenhurst 自星期五以嚟積雪達到140厘米，已經宣布進入緊急狀態。該鎮嘅11號高速公路因為大雪封閉，好多嘅駕駛者都被困。當地居民紛紛伸出援手，提供庇護同熱食。警方同救援人員喺周末全力清理道路，但預計高速公路需要到今日先至可以重新開放。暴風雪導致數千戶停電。喺早運表示，一啲地區需要星期二先會恢復供電。不過氣象預測今個禮拜中期仲有一輪新嘅降雪。省長杜格福特表示，省政府正同地方當局緊密合作，協助應對風暴。據多倫多星報嘅獨家報道，消息人士向星報透露， Metrolinx 嘅行政總裁 Phil Wester 即將辭職，結束佢領導該交通機構超過7年嘅任期。佢以總裁兼 CEO 嘅身份喺去年喺 Metrolinx 賺取超過咗80萬嘅加元。雖然佢最初由自由黨省長 Kathleen Wynne 任命，但喺進步保守黨省長杜格福特嘅任期內，佢一直受到重用。不過反對黨新民主黨多次要求省府解僱呢位交通機構嘅負責人，指責 Eglinton 輕鐵項目嚴重超支、延誤多年，而且施工問題頻出。喺下午2點幾 Wester 最終確認其辭職嘅消息。多倫多市政府已經批准新預算，待市議會通過後，大部分 Greenpeace 路邊停車位每小時費用將會上調25仙。呢個係2年嚟第2次上調咪標停車費。目前停車費用因地區有唔同收費，每小時介乎個半到6個半。全市大部分咪標停車位目前每小時收費2個7毫半到4蚊。若加價獲批，將會加價到每小時3蚊到4個2毫半。呢次加價預計為多倫多停車管理局帶來約500萬嘅收入，將會用嚟維護停車設施。我哋已經開咗會員功能啦，加入會員就可以支持我哋，每日用廣東話為大家報道加拿大新聞，請大家多多支持。多倫多今晚氣溫最低-5度，濕度56%。聽日多雲，氣溫最高3度，最低-1度。星期三多雲，間中有雨，氣溫最高1度，最低-3度。星期四多雲或有飄雪，氣溫最高0度，最低-7度。今日大多倫多地區平均油價105.9仙，聽日冇升跌。
歡迎提供一手新聞材料，報料一經採用，你可以獲得10蚊 TNT 或者 Amazon 嘅禮品卡。可以透過以下嘅電郵、WhatsApp 或者微信相關嘅影片同資料俾我哋。